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10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10周年，也是这群战犯进入功德林以来的第10个年头。在这普天同庆的祥瑞之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对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听到这个消息的众战犯激动地拍手叫好，一个个喜极而泣。这是他们这10年当中听到最高兴的一个消息，就连一向顽固的黄维都忍不住鼓起了掌。这次特赦具有跨时代影响全世界的意义。曾经敌对的战犯脱离旧社会融入新社会，一定会引起国内外记者的争先报道，所以毛主席特地要求公安部一定要详细落实这项工作，确保此次特赦能够顺利完成。消息公布的当天晚上，在功德林的众战犯注定会有一个不眠之夜，他们都在讨论自己会不会能成为特赦名单中的一员。沈醉自认为自己肯定能出去，毕竟他平时的表现可是紧跟积极派的脚步。军衔最高的王灵基也觉得自己出去的希望很大，平日里他学习劳动都积极参加，就连学习笔记都记了2本，只不过这个10年之约的条件有些略显不足。王老，共产党说好了10年，10年就是10年，我觉得应该不行。我这差几个月啊？对了吧？你不是还给国家捐了宝贝了吗？哎呀，你就不要再说那宝贝的事儿了。王老啊，我觉得共产党啊，历来严明，有一说一，别说差几个月，就是差1天，恐怕也不行吧。老王一听这话，让原本激动的心情瞬间凉了半截。众人也被刘安国的话纷纷点醒。旁边的李先洲表示，他是来无战役被俘的，这样算的话，早就超过了10年，他觉得他应该能出去。那你改恶从善了没有啊？改了，我可是早就改了。哎，老刘啊，我时间也够了，我也改恶从善了。哼，老康啊，你是从善，你是从善如流啊。虽说徐元举说的是玩笑话，但康泽还是很在意，毕竟这可是关乎人身自由的大事，不惜甩下帽子翻起了脸。这几人多数都是功德林里的顽固派了，虽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潜移默化，思想是跟刚进来的时候有了很大的转变，但跟积极派的杜聿明一伙人相比起来，那可就差远了。学弟，你猜猜，我会不会再上？肯定有你啊！你是我们功德林劳动改造最好的，你一定得上。那见你吉言。听到众人的讨论，在一旁假装看书的黄维终于按耐不住了，也出言加入了这场讨论当中。他呀，这一辈子就待在功德林算了啊！康泽啊，你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的名字不能在那名单里面？见黄维急眼了，宋希濂走过来表示，你要是出去了，谁来研究永动机呀？没人研究永动机了，这不是国家的损失吗？永动机在哪里不能研究啊？在功德林能研究，在外面也能研究啊！康泽继续调侃道，你出去了要工作养老婆孩子了，哪有时间研究啊？这一段开玩笑的话惹得在场的众人哈哈大笑。你的意思就是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名单里边，是不是？主要是出去了，老黄，你看他说的那倒也不是，你别着急呀。什么那倒也不是，就是。好，你们都出去，我不在乎，把我一个人留在功德林。黄维虽然嘴上说满不在乎，但他回去后为了能够给领导留个好印象，还是找了间没人的屋子，把自己留了多年的胡须剪掉了。与此同时，积极派众人打算要给毛主席写一封感谢信，他们要将自己这10年来的学习心得讲给人民听。敬爱的毛主席，在此伟大祖国国庆10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这次特赦是对无产阶级崇高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对罪犯从没有过的深恩厚德。在过去，他们都是蒋家王朝反动统治的帮凶和执行者。期间为了维护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用各种残酷的手段压榨和残害人民，被关押在此，实属罪有应得。在这10年的改造生涯中，他们逐渐明辨了是非，恢复了人性，从而树立了认罪悔过、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我党不仅宽容了他们的罪行，还即将对他们进行特赦。党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最后，我们仅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宣布特赦名单。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
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反革命罪犯。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此次首批特赦战犯共33人，分别从全国各地释放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30人，伪满洲集团3人，其中包括功德林里的10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此时在功德林的会场上，左右两联分别写着“改恶从善，前途光明”8个大字。众战犯在台下牢牢盯着主席台，满怀希望自己会是名单上的一员。名单如下：杜聿明到，王耀武到，曾扩景到，宋希濂到，陈长捷到，杨伯涛到。此次功德林共特赦10人，后面还有几人，分别是郑庭吉、邱行湘、周振强，还有卢俊全。虽说第一次特赦功德林只释放了10名在押战犯，没在名单上的人略有遗憾，但只要继续接受改造，后面还有第2批、第3批，直至全部释放。此时念到名字的人员纷纷来到主席台前，向主席台鞠了个躬，以表对我党的感谢。随后又转身向继续留在功德林改造的同学鞠躬，当作告别。这是他们脱离旧社会进入新社会的历史性时刻。这些国民党战犯曾经跟我党是敌对状态，但经过10年的改造，早已脱胎换骨，与刚到功德林之时有着天壤之别。回想这10年的种种过往，他们从顽固抗拒到心悦诚服的接受改造，这个改变的过程真是百转千折。当他们接过法官递给他们的特赦证书时，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随着王耀武的开头高呼毛主席万岁，会场所有人都跟着齐声呐喊，即便是老蒋的死忠粉黄伟，也不得不被这高燃的氛围所感染，自动加入到这场欢呼之中。特赦大会结束后，这些人接下来该考虑的是如何融入进新的社会。在周总理的明确指示下，特地为他们成立了一个生活学习小组，并邀请王英光为他们提供后勤保障。在学习过渡期间，我党还给他们安排好了今后的工作，那就是做一名文史专员，负责研究撰写文史资料，以便补齐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今后他们也彻底跟战犯2字划清界限，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你们真是把什么事情都考虑到了。王英光还告诉众人，如果有人想去香港、台湾或者海外定居的，都可以把这方面的意愿说出来。我党不仅会协助安排，还会发放相应的路费。当然了，选择留在大陆的，也一样会发放200块钱的生活费和50斤粮票，以及一些生活用品，帮助他们落实好居住条件。人民币现在的购买力是非常强，1毛钱可以买1斤大米。这200块钱，那不能买2000斤大米了吗？哎呦我的娘！这下我们发大财了，这是！大家伙啊，全都发财了。安排好工作后，周总理还特地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前来北京饭店同杜聿明一行人会面。周总理当年可是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这些人大多都是他的学生。周主任，我们走错路了。不怪你们，中国革命啊，道路曲折，情况非常的复杂。再说了，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还年轻嘛。周总理还表示，以前走错了路不要紧，现在还可以从头再来嘛。为社会主义做奉献，什么时候都不晚。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的国家经历了100多年的落后战乱，随意被西方列强侵略和欺凌。如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总算真正站了起来。以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还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今天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每天都在进步，它终将率领我们中华民族走向复兴。